好了，装完毕。这就是 RA600，本年度赛克隆最重要的一款车。这款车还没上市之前，就有不少朋友在打听这款车的消息，可见关注度很高。RA600 外观上摆脱了赛克隆一贯低调的风格，是纯正的美式改装波尔机车风格，水滴型油箱、软尾单坐垫、平直的双出排气管，再加上前后16寸粗壮的轮胎。RA600 将经典波尔风格机车量产，保留了波尔经典的设计元素，颜值上你打几分？动力上 ，RA600 搭载的是终身 ND560发动机，这是国内中量级发动机中的明星机型，水冷双缸551cc 的排量，性能上非常出色，能媲美更大排量的发动机。前轮搭载的是日新品牌的双活塞卡钳，搭配单盘制动碟，前叉是正立式，外部有一个装饰罩显示力量感，很像银背大猩猩的前肢。这种设计其实最早源自欧洲爱沙尼亚的一家名为雷纳的摩托车改装品牌，前几年用宝马的 1250R 做了一辆改装车，前叉就是这样的设计。后来国内的奔达拿破仑是最早借鉴的这种设计，后悬挂为隐藏在单坐垫下方的独立式，这也是纯正的波尔的设计，也就是所谓的软尾设计。相比起硬邦邦的硬尾，这种设计的舒适性要更好。但是这种后悬挂的设计对车架成本有一定的要求，因为不能套用市面上现有的任何双摇篮车架，必须重新设计。后轮制动卡钳为国产杭特品牌单活塞卡钳 ，RA600 也匹配了 ABS 和 TCS。仪表为 LCD 液晶屏，屏幕的占比很大，辨读还算清晰，界面也很简洁，没有杂乱的感觉，一些基本的信息还是很齐全。手把开关是直接用的21600的通用键，并没有单独开模设计。个人觉得，如果采用哈雷的那套按键开关，味道会更加的纯正。水滴型的油箱味儿很正，而且这次 RA600 没有为了满足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刻意将油箱容量加大以满足续航要求。这种车玩的就是一个范儿，油箱大了会严重影响美感。对于 RA600 这种定位的车款来说，好看与实用根本不可能兼得。这个纯金属的镀铬油箱盖质感不错，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手感。外观上我个人基本是满意的，但是也有两个感觉不如意的地方。首先是后摇臂两侧的覆盖件，我觉得这个设计没有必要。波尔就是极致的简练，尽量减少覆盖件，将机械尽可能多的展示出来。这一点我与设计师在审美上存在差异。第二，这两根排气管实在是太平淡了点，没有任何的修饰，黑乎乎的，也与整车的格调不符。如果是镀铬的排气管，颜值上应该会更好看。来看看坐姿，很标准的巡航车坐姿。我身高1.7米，双手和双脚、臀部、骑行三角很休闲。不过左侧的离合器有点硌腿，冬天穿长裤问题不大，但是夏天这个地方会不会烫腿就不好说了。这个槽点几乎是所有试驾过的车友都反映过的问题，不知道厂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好，静态的讲解就到这里，骑起来看一看。动力上 ND560 相比起 RE560，动力输出的平顺性要更好。起步相比21600似乎感觉更有力，但是奇怪的是耸车的感觉要轻微不少，应该是在电喷系统上重新做了调教。这辆车最适合的转速区域是低于7000转，此时发动机振动和噪音各方面都很舒适。再往上走，发动机的震感逐步加大。对于这款车来说，注重头段和中段的发力才是合适的调教方式。换挡时的离合器轻柔，档位也很清晰，空档很容易找。即便停车的时候也是同样，而且带有很强的吸入感，这是我喜欢的换挡感受。声浪不错，远比21600的声浪更加浑厚有力，可能是排气管更长、消音腔更大的缘故。刹车还是一如既往的灵敏，这一点与21600相同，而且手感还不错，两根手指就足够将飞驰状态下的2A600刹停。不过2A600原厂搭载的这套赫鲁品牌的巡航车轮胎抓地能力很一般，尤其是在湿滑的路面上骑行要注意，也因此这套轮胎限制了制动性能的更好发挥。如果追求颜值与实用性并存，我并不推荐这款车。2A600只有13升的小油箱满足不了远航的需求，单坐垫也无法载人，即便是双座版，那也不再有波尔的精髓。因此，实用性上 2A600不是你的菜。但是如果你想买一辆价格亲民、动力好、颜值高的一线大厂出品的波尔，2A600还真的值得你考虑。欢迎2.3年哦。